成败得失，这样也难讲。不过我是觉得，这次能够这些罢团志工出来啊，我觉得当然可贵了。太多的政治人物啊，他嘴巴讲很多，其实他脑袋的最优先是他自己的全民利，没错，对，国家是摆一边的，对不对？他讲国家这些人都是骗人的。我们这些志工真的是把国家摆最优先，没有想过自己全民利，对不对？你罢免完你有得什么？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公民是很可贵的，这个精神这个力量啊，就是我们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设国家的基础了。那现在下面可以聊聊说罢完以后呢，很多人说这个罢团不能散掉，要组织起来。我说人家本来就没有组织的，除非你有想一个他们这很振奋的目标，没错没错，他们自己会集合起来。是你自己说你想给他什么找个什么把他们拉在一起，我觉得这不太容易了。没错没错，对不对？完全同意。可是当然人家说这个罢团想出这个力量来，散掉呢也蛮可惜，没错啦。所以我现在有人建议嘛，就是我们的公民人权联盟啊，我们把它扩大嘛，我们希望大家从罢团这个激发出来的这些想建设国家的力量，能够在那个公民人权联盟里面大家来看看怎么样有组织的团结性的来做一些推进啊。因为台湾公民人权联盟在整个罢免的期间，我们其实就作为一个协助者跟平台的角色嘛，就是我们让各个罢团，比如说我们就是资源大家共享啊，然后资讯交换啊，然后场地我们也可以借大家使用嘛。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就是说，台湾公民人权联盟我们就希望说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公民平台的一个形式，让各个地方的公民如果有需要，我们就是都还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一起做一些对社会有一些影响力的事情。那包含可能像很多在罢免之后，也知道很多志工也是血更热，对不对？反而没有被这个结果打击到，反而更热的，所以我要像这个中共啊，在基层里面的组织做一些宣传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也就把罢团的这些代表，像是阿美啦这些 Molly 啊，我们继续都维持在一起，好，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培训。就是比如说有些公民的培训啊，或者是有人想要做什么样的公民影响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支援他，或者是说大家有什么想要推动的事情，我们大家来集结在一起来想办法怎么推动，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还是曹董会来当我们的这个理事长，对。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维持个志工的角色，无业游民吗？对，无几职理事长，无几职，理事长不拿钱的，说不定还偶尔掏点钱的。我觉得志工挺好的，像这些大罢免啊，我绝对不敢讲我是召集领衔人啊。领衔人是当然是没办法，那个法律上就要挂一个领衔人，对。可是我的这个大罢召集人是傅昆萁，他跑去见王富年回来推动一系列这种摧毁你民主的这些法案啊，当然他发起的。所以我想说赖清德发起很冤枉，我说那姓赖不好嘛，不是就赖他，姓赖可以做名词就是赖总统嘛，可以做动词就赖总统，赖给总统，赖给总统，就是赖总统嘛，对。那他是冤枉的，柯建铭他嘴巴喊大罢免，他也没有动员能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动员是傅昆萁罢免，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运动。是有社会责任的，对，是，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如果罢免成功之后，我们帮民进党抢回多数，我们要加强督促民进党啊，是，对不对？是啊，不然的话，我们等于说帮民进党弄回多数，他不干什么，那我们就责任了。这可以讲讲心路历程其实我一直讲嘛，我说这个民进党没有全部动员，还是罢免是失败的。3阶我去扫了3、4阶。那个信义区了，那个板桥、中和，少了路上我一看不妙，这种反应很冷淡了。照理讲要赢的话，应该很多人这样子吧，不多。那开票的时候啊，
我看了半个钟头，我就不看了。知道了。我跑过另外房间去写那个给志工同仁的一封信。那时候其实我也挺轻松的，因为那个如果是我讲嘛，3阶赢了之后，4阶我还要去争夺啊，到了4阶又全输了，压力好大，很辛苦的。对，真的。对，这方面我倒老实讲，轻松的啊。好诚实。你看我那天去，大家很难过，我还好嘛。那么现在我是觉得大罢免完了之后，确实也要好好思索一些问题啊。显然，国民党是没有检讨的。显然，这个木马屠城啊，中共渗透操纵台湾的会变本加厉。如果在这个民进党乖乖发1万票，那么民进党是不是能够有力的抗共保台啊？也是值得我们担心忧心的。罢团呢，面对的这些形势，其实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对，能团结的啦，能努力的啦，可能还是要继续啦。对，是真的，未来还有很多战场。9月3号那个中共大阅兵，哇，那个好像一副很盛大的样子，很多人也会震撼到，对不对？那我说那个东西，其实很多骗人的啦。这个大阅兵啊，然后你跟那个普丁、金正恩搞在一起，那个川普已经就是讽刺他，你们在背后密谋什么 conspir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啊，你们阴谋对付我们啊，我给你们送上温暖的致意了，我注意到你们了，所以美国现在把那个国防部改名叫战争部，比如说我们20大战以后我们都没有打过胜仗，我们现在打胜仗。这也是放出一个讯息。中共这次，哇，这么多的装备出来，其实背后它的背景是让那个经济上一路下滑。没错。那么很大的失业，很多机关领不到薪水，不要说领养老金啦，薪水都没有了，什么养老金？其实他这个大阅兵也可能就他崩溃的开始。就像那个东德嘛。东德就是很戏剧性，没错。1989年10月7日，那时候那个总书记阿纳克号召所有那个他们共产结盟的什么东欧的什么的来盛大阅兵，踢完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很多人上街头，然后那个11月就柏林围墙倒塌，不到1年呢，1990年10月3号被西德并掉，不到1年，所以。在那个极强的外表之下，反而让那个内溃说不定出奇的严重，出奇的快。希望那个大家不要被吓到，不要被他全面度吓到。我觉得有个数字大家可以参考，不要只听他们怎么宣传，是看他们怎么做。就是他们上合组织那时候不是有26个国家就是那边聚集，习近平不是有说要提供这26个国家一个无息贷款，就大家有记得他们提出多少钱了？20亿人民币，不到100亿台币，没钱了，没钱了。因为我后来特别再去找，譬如说他在2014年“一带一路”啊，他们那什么丝绸计划，那时候提出来随便一提出来就是440亿美金。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新闻说20亿是人民币还美金，我真的很 confused， 你知道吗？一查哇，居然是人民币，对，不到100亿。因为很多陈玉珍，在立法院随便打一打也有3000亿就搬走。我说。怎么可能一个不可一世的习近平就是只提出20亿？他们经济真的是，我觉得是个没钱的征兆，这太明显。就说他可以在大外宣上面很多的宣传，他都可以堆叠。那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很多的这些 propaganda 根本都是假的。对啊，甚至那时候有没有就是奥运还是什么烟火都是后置上去的。不要只听他们怎么说，是看他们怎么做。看他们怎么做最简单，就是看他的钱袋子。当然，我们基本上应该想说，我保护台湾啊。台湾真的威胁就是中共嘛？是，你要反共，你才能够保护台湾。所有现有的问题，其实基本上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就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其实就是看得见的手在控制的这些
在台湾的代理人，从台湾内部就是分化台湾，然后摧毁台湾对民主的信任，还有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信任。所以我这3年来就讲它是病毒啦，真的是病毒。中国它是个病毒啊，病毒呢，它这个一直侵害我们台湾的。所以你在台湾你不抗共啊，不反共，国家就会灭亡了，真的。虽然这次大罢免没有成功，我们继续要让大家了解啊，共产党就是敌人嘛，要抗共从内部先消灭它的这个病毒的入侵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认为还是继续提啦。那么在这方面，民进党的作为打一个那个强行预防针啊，哇，硬起来。我觉得曹总前几天跟我讲，我觉得比喻很好。他说，这个大罢免其实就是因为病毒嘛，它就是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对，当然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但是我们不会生出一个器官叫免疫器官。对，我们这其实相当程度激活了抗共保台的免疫力，台湾人的免疫力这样。对，下次的决战一定会有的。对，看我们怎么样增生免疫的这些。我这几天还刚好经历到一个免疫力的反应，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家里的小朋友啊，他就我们要去外面吃饭嘛，看那个 Google 的那个上面，他说这一家怎么介绍是简体字啊？好像怪怪的，会不会是中共开的？那下一家他就马上就很棒，对，很棒，这是免疫力，对，这就是免疫力。他马上就说，怎么是用简体字，好像怪怪的。然后那我们去下一家这样，这真的很棒。对，这免疫力我们要持续的增强。我觉得我是审慎乐观，因为我觉得这次大罢免这些所有的志工无酬，就没有让任何的薪水、新生计的生活这个力量，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地区，是全台湾。我觉得这个力量是非常坚实的，非常，而且是不是以前据说就是精英的学生，而是各行各业，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是，这些人都是在地每一个自己的社区，对。那我觉得这个力量，当然现在大家还在休息啦，就是目前休息一下啦。对，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当下一次，但我们接下来可能一定国家遇到更多新的挑战，我觉得这些人是不会溃散的。这免疫力激活，它会持续壮大了。我觉得有个很特别，是因为大家是回到自己的家里，不是以前，比如说太阳花，对，就一群就是学生，他并没有住在那，可是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社区，很多时候是可以影响邻居，影响亲友，影响在公园散步这些，对，或是小学同学、国中同学，就是那个免疫在扩散的时候，就是那个细胞增生的那个 nuts 那个节点就会出去的。上到那个内湖那边嘛，但是本来一个公寓里面大家都没什么来往嘛，后来因为大罢免，好像看过你啊，真的。对，我们也是这样就联络起来了。我们有志工，后来住在那里，同一栋20年不认识，后来在同一个志工团发现，你住在我3楼，我是10楼的，就他们就会自己约着去吃早餐，然后约着自己去举牌。到现在他们就在讨论，好，那我们要怎么翻转我们北松山这个里？好棒哦，很棒，很美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你自己免疫细胞，你知道别人免疫细胞在哪里？这其实就是一个免疫力激活。没错，而且会互相增强。没错。我觉得这是大罢免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台湾第一次，是最特别的，是大家回到自己的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们住公寓都很多是老死不相往，可是这大罢免啊，多少弄出一个邻里社区的出现，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是很可贵，很可贵。而且我们有志工，比如常常站在那个路口，每天站那个路口，到后来大家都认识他，真的。一下子没有罢免到这些立委，其实背后的这个社会政治意义，我觉得很深远的，非常深远，而且是跨越党派的。对，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说那个志工我看了很感动，我也很感谢。让我这个老头子能够陪他跑一阵子。我记得那一场，对那一场，我看也流泪，我在看里面流泪。我说心里话啊，我常奇怪，其他的很多企业家为什么不跳进来？做这个以后，那个怎么想的是很划算的。人生有这么一个经历。曹总，如果你这次做大罢免，跟之前你去 RCA 哪一个比较难忘？这其实都是机缘啊，你不要想太多。我台湾电机那个72个毕业，64个出国嘛，8个我是没出国嘛。出国了没事问说，老曹出来没有？好像说
他怎么在监狱里面没出来啊？对吧？可是呢，我们就被拉服啊。去 RCA 那边看看。拉服，在我做联电的时候，我每年就提出个营运计划嘛。我跟董事会讲，这个营运计划你不要小看哦，做不成我就辞职了。我做不成我也不要你们留的，我自己走路。然后我就跟底下人讲说，我在董事会讲了，做不成我走路。我走路之前，你们可能也要走路，先走路。大家都命运一条船这样子。不要开玩笑，我那样做就是做成了。其实赖清德他应该说，我这个4年啊，这个目标做不成我绝不连任，这样才可以很强势的。这个我们把它关起来不录了啊，我讲讲。